好，这次发表会 M4 啊，真的是 M4 啊，这次爆料真的有准。那我们简短的跟大家讲，这次发表会里面的产品就是买，全都建议买。黑胶朋友连，那这次发表会呢，不能说完全没有惊喜啊。就算我们先前爆料都知道说可能会有 M4 处理器，但真的看到它推出来那一刹那，还是蛮兴奋的。一次跳2个世代，其实就是很爽。苹果这样一次挤爆牙膏，多久没有了？那我们今天影片呢，有懒人包，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发表的一些产品。那后面的部分，我们再来分享我们的导购建议啊，全都买了。好，那首先最先发表呢，就是 iPad Air，真的推出了大尺寸的版本，直接给你到13寸。那这次会有11寸跟13寸的版本，你直接给你整数了，不再4.9啊。或是12.9啊，不对，苹果的但书里面说，以矩形对角线测量的时候，13寸的 iPad Air 机型为12.9寸啊，实际可视范围区较小。好了，没关系，还是0.1寸，我们大家就不要计较，不是大问题。那大尺寸我之前说过，它用途很多，你带出去要做笔记，或者是当成第2个萤幕来使用，现在它的成本都降得更低。那这一次呢，它整个价格基本上每天价格定价都是一样啦。那11寸台湾这边是19900台币起后，那容量还直接给你升到128GB 起跳哦，很佛，对不对？最高呢也有1 TB 的选项。那13寸呢26900元起，一样128GB 起跳，然后最高可以到1 TB。那我觉得这样定位这次算非常有良心，128GB 比较够用嘛。那这样你现在要买就不用再为了这个13寸的萤幕而硬要去买到 Pro 的版本，26900你就能有一个13寸128GB 的 iPad Air 萤幕可以使用，那我觉得很不错哈。那它前置镜头呢也移到了这个侧面，就在你横摆的时候，它终于是至中的这个方位。那它也支援人物居中、超广角，但是在 Air 上面呢一样是没有 Face ID， 你还是要用指纹解锁。那后面的镜头呢1200万画素，2个喇叭、2个麦克风，支援 WiFi 6E， 那也有5G 的版本可以选择。但是 Apple Pencil 的部分它也支援要推出的 Apple Pencil Pro 哦，这个不错。那处理器呢是升级到 M2 哦，它没有跳到 M3 的版本。那大致上虽然是比较这个自式的这个规格升级，但是我觉得以它价格不变来说，加上给你的容量哦到一个比较可用的范围2倍起跳，然后又有13寸的版本，个人觉得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一次升级。那蛮推荐的，可以考虑换购这一代哦，顺便提升一下容量啊。推好，那下一个就是重头戏啦 ，iPad Pro。好，大家都应该等这次 iPad 更新很久了，准备好一上市就要预购了吧？那如果你们有写笔记或是画画的需求，想要购买 Apple Pencil 的话，今天要介绍的 Nova Plus 为台湾的品牌，就会是很好的选择，而且都是有获得科技趋势金奖的好产品。那我们这边总共有2款 A8 Pro 还有 A8 SE。那首先一个超独特的地方，这个就是全球首款双充电模式的苹果触控笔。那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iPad 时想要直接用线充的话，就可以用上面 USB Type-C 的充电孔。那如果你的 iPad 上面是有支援磁吸充电，就可以直接放在 iPad 上面进行充电收纳，所以你的方便还有需求去选择。那现在有人很担心的磁吸充电会一直消耗 iPad 的电力，那其实 Nova Plus 在磁吸充饱电之后也会自动关机，节省它的电力，而且2年内呢已经销售超过数十万只，也获得使用者的好评。笔头的地方呢其实也是有巧思的，规格和原厂一致，所以从它笔头啊到它的笔套都可以支援原厂的规格。笔头内部呢使用镀金的超导探头，那书写和绘画都可以更加的精准。那同时它也有支援原厂的倾斜笔身的功能，就能调整笔刷粗细的技术。那连线上 iPad 之后还可以直接显示电量，加上它12小时持久续航力，如果你要上课一整天使用都不怕没电。那顶部的按键上也有显示的灯号，让你知道目前所在的模式，然后你按3下就可以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按2下就可以回到上一步，按1下呢就可以是拍照啊或是快门的控制键。那以上所有的功能呢在 A8 Pro 还有 A8 SE 都是给好给满。那如果你要更多的旗舰功能，在 A8 Pro 的侧面呢多出2颗实体按键，绘画和笔记时可以在橡皮擦还有笔刷之间切换，使用起来非常直觉。那顶端的按键呢也可以让你切换模式，亮指针的时候为简报模式，在侧边的上下键让你在使用 PowerPoint 啊还有 PDF 简报的时候切换上下页，那提案报告就更加方便。等于你买了一支笔，不只可以做笔记画画，还可以直接当成无线简报笔来使用，就不用再多买还有多带一个设备。那其实它也支援市面上所有的主流简报软体。那这2支笔呢它的价格都是超级的实惠， A8 Pro 只要1680， A8 SE 呢只要1480。那我们当然也会有专属的折扣码给大家，相关的资讯呢我们也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那购买人就记得使用我们的折扣码咯。好，那这次 iPad Pro 呢除了我们期待升级到的这 M4 处理器之外呢，那还有它全新的设计也是很有亮点。那外观呢更轻更薄，11寸的版本才446克，不到1磅，个人蛮喜欢这样新的设计语言啊，是有点小小的跟动，它就是更轻薄，我觉得更简洁的感觉。那太空灰的颜色呢改成太空黑，是一个新的
颜色选项，我个人觉得比仙人太空灰好看。那11寸呢是34900起，容量是256GB， 那13寸呢是45900起，容量也是256GB， 那最高可以让你选配到2个 TB 的选择。那然后呢，萤幕升级到 OLED 的面板，那双层 OLED 的面板呢，它在 SDR 里面最高亮度可以到1000尼特 ，HDR 最高亮度可以到1600尼特，那这个对比 Air 的是500跟600尼特，这个其实就蛮有差的哦。那现在谣传的这个奈米涂层啊、奈米镀膜来讲哦，这次还真的有，这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坏消息呢，就是你要用到这个奈米涂层的话，你要选到1个 TB 跟2个 TB 以上的版本，才可以让你选择加购这个奈米涂层。那代表还要再加个大约3到4千块左右。那我觉得这个3、4千块加涂层呢，是不是合理？我觉得有专业使用需求的人，这个价格不太高。但是你要买到1个 TB 和2个 TB， 这个我觉得6万8万的一个 iPad Pro 呢，好像有点难买下去。但是至少还有这个选择给你嘛。那这个美金价格定价看起来是很漂亮，没有什么涨价啦，是没错。但是它的后面其实少了一颗镜头，那少的就是这个超广角。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对 iPad 用户而言呢，好像是还好吧。大家的选择就是这样，你要选择有增加这个新的 OLED 萤幕，然后右上跳2个世代的 M4 处理器，但不涨价，还是要这些都有，再加上一个超广角镜头，但是可能需要涨价。那我反而呢，大家不要觉得我好像很反常，我反而觉得这次的定位是比较正确的，因为你不涨价，你可以拔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必要性的东西，但是在这些必要性的规格上面，这些萤幕啊、处理器啊，真正使用上最有感的地方做到升级，把它规格拉满。那我觉得这个选择还不错，我很喜欢。那它前视镜头的位置也终于改变到这个侧面中间的位置，那本来也一样有支援人物居中，那一样有 Face ID 解锁。那在最大的亮点就是在这个处理器嘛 ，M4跳2个世代。那他们有强调说这个是第2世代的3奈米处理器。那这个和我们先前这个预期的 N31制程来说，应该是没有错啦。那他们这样跳过这个2个世代，他们有强调说他们让它的功耗的表现更加的优良。那可能用 M3，他们就是不是这样不好说。那在一个 iPad 的产品线首先去推出一个新的处理器，那这个也真的是没有料到。但这个我现在有提到嘛，苹果可能是有点逼不得已，那想要快点脱离这个 N3B 制程，不管是 A17啊、M3系列这些处理器。但是我反而觉得，其实在笔电或这些比较机壳比较大的这些机种上面，用 M3 处理器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只要他们有够的空间去散热，倒是还好。但是在这种整个封闭式定制的这种 iPad 型用上 M3，可能就真的比较不适合。那这次呢，苹果也很罕见的强调他们加入这个散热的石墨片在里面。哇，这个果然大家有骂是有差哦，终于知道要好好做散热了，对不对？那希望在谣言的 iPhone 16系列呢，他们也会加上这个石墨材质来增加它的散热。这个我们可以真的看到这一点，真的不要再闹了，苹果散热要做好啊。M4 处理器呢，其实这个升级还有另外重点，就是我们现在提到说，要换到这样的处理器，是不是在 AI 功能上面要去加强什么，也迫使他们要做这样的选择。那苹果其实在这个新处理器发表，他们是有提到一点 AI 功能啦。那像我们先前有想说，苹果有释放出的这个训练的模型，就是在这个影片里面可以直接做到去背放到另外一个影片上面。那这个他在这次发表会其实也是有提到。那更多更深入的，那你要说让人家觉得很惊艳的 AI 功能的话，倒是没有。那这个可能像我们先前讲的，因为在1个月就是他们的开发者大会，那很多的 AI 功能，我觉得还是会以 iOS 为头去领导其他的 OS 一起去跟进，因为 iPhone 就是最重要的产品啊。但是很多生成式 AI 的功能呢，他们要把生态链里面的 App 串联起来一起使用，所以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可能跟着开发者大会一起来讲这些部分会比较合理。那现在就是稍微透露一点点出来，但是我也要先讲啦，因为这一次这样的动作在 AI 上面即使发表新处理器 AI 部分也提到的很有限的情况下，我的预期是在开发者大会我们看到的 AI 上面的进展，可能比较像是有点跟上大家现在的脚步，我们不太应该去期待会有什么很惊艳，好像苹果在 AI 上面做出什么革命的这些表现。那这个是我目前先预期这样的看法。那我刚去看一下这个规格表 ，M4 它的记忆体频宽，因为我其实想看说 M4 未来在电脑上面 M4 Pro 啊 M4 Max 它会怎么样的表现。那先前 M2、M3 它记忆体频宽都是100GB per second， 那现在 M4 是120GB， 所以这让人有点期待一下这个 M4 Pro、M4 Max。好，那还有这次我看到 iPad Pro 里面使用 M4 是9核心，那它是3个效能核心、6个节能核心，那好像也是有想要往比较偏节能的方向走啊。像上次这个 M2 的话，它就是4个效能、4个节能，那有可能这个是比较偏阉割版的 M4 版本，那可能在笔电上面会有更多不一样层级的选择，蛮令人期待的。那很多强大的使用性有待展示一下，比较像是一些即时影像处理啊和运算这些部分，不管在他们一些绘画的 App， 在影像制作的 App， 他们有稍微展示一下。那另外像是这个 Final Cut Camera， 他们说可以即时串联多支 iPhone， 然后在 iPad 上面做镜头切换啊，甚至调整它的焦距对焦什么等等。那
其他部分他们4个喇叭、4个麦克风，那这上很多地方也是这些例行的规格了。那我们到时候也会买一台啦，实测起来看看这个差异怎么样。那另外还有新推出的就是这个键盘还有笔。那我们先说这个键盘，这个新版的巧控键盘它是金属的材质，但是好消息就是看起来很漂亮，然后上面多了这一排功能键在上面。但是坏消息它就只有支援 iPad Pro M4 的版本，没有办法下放给其他几种用，也没有办法给这次新的 iPad Air M2 的版本用。那它的价格也跟先前的这个巧控键盘一模一样，大约1万到1万出头这样的价格。那我觉得它定位跟旧版一样的价格，就是可能想要逼你想要买新键盘，对不对？看到这个价格一样，但同时你换掉你手上的旧 iPad。那再我们讲这个新的 Apple Pencil Pro 呢，对，它名字叫做 Apple Pencil Pro， 我觉得就更狠了。它的价格跟 Apple Pencil 2是一模一样，但是多了一大堆新的功能给你。哇，这个真的超级反常。那像是旋转改变笔刷的角度啊，然后双指按压开启工具列，然后触觉回馈还会震动，然后还支援寻找的 App。那我觉得这个在笔上面真的是超级需要，我觉得整个就是超级吸引人啦。那我们刚刚讲到，虽然说它的价格跟 Apple Pencil 2代是一样，比我们预期好很多，但是还是要4300块台币左右。那我觉得真的不是有这些需求的这些功能，然后或是你只是要买给小孩上课用的话，你可能就好好想一下这个价格，小孩会被用掉。但是如果你是真的有专业需求的，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非常的佛心啊。本来在直播大家都在猜啊，这至少199美金啊，我当然也是这样想啊，一定是把它划分成非常多级啊，次元刀切割，因为这个比较像先前的苹果嘛。结果后来一爆出这个价格，哇，整个直播聊天室大家都超级开心。那我觉得可能果然苹果在这个销量跟股价的压力下，让他们显得真的有点更贴近我们消费者一点稍微的坏消息就是这支笔只有支援 iPad Pro M4 还有这次的 iPad Air M2 的版本啊。对，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吸引你买这次的 Apple Pencil Pro， 因为你会看跟 Apple Pencil 2差不多的价格，那你会买不下2想去买 Pro， 但同时你又看回来它只支援比较新的 iPad， 那你可能就像我刚刚讲键盘一样，两个一起换掉。这个佛心的价格之外，还是有点小心机，但没有关系啊，这次很有诚意，很有诚意。这个讲到我购买建议，那说真的，我觉得这次所有在等换新 iPad 的人，不管你在等的是 Pro 啊，或是 Air 的版本，我觉得都可以非常认真的考虑在这次做更换。那我觉得光是价格不变，但是提高容量啊，提高规格这些地方，就让人觉得，这个等的非常值得。Air 它有13寸的版本，那价格也可以接受，那128起跳这个容量也是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区间。那像我可能想买到256的，它也不至于太贵，整体来说我觉得非常高 CP， 那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真的。刚好有需要买 iPad Air 的人呢，或在等着要升级的人，这次我就可以冲了。那 iPad Pro 呢，我的建议也是一样啦，这次我也觉得非常的推荐，直接给你一个跨2个世代的新处理器。第一个用到现在在 Mac 上面都还没有，全新的机壳设计啊 ，OLED 的萤幕，前置相机终于放对地方，对我而言啦，那整个诚意满满。那说呢，后面少一颗超广角镜头，我觉得真的不用太在意。整个规格给到这样，美金价格还没有涨，那我这次真的也没有办法嘴了。那你拉到 OLED 的萤幕，然后再配上这个 M4 处理器，到底还有什么好抱怨？我觉得这一次早买早享受，你买下去可以撑个好几年没有问题。那唯一的考量点就是要买到那个奈米涂层的萤幕了，这个部分我比较保留，因为毕竟它现在就是强迫你要买到1TB 跟2TB， 这个是我这次觉得唯一有点美中不足的地方。但同时说真的，需要这个萤幕的人也不多，那也是专业用途要在外面使用的人才会用到。但是希望未来可以下放到每个容量大家都可以选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蛮建议加购的。好，整体来说呢，这次的发表会惊喜是有一点，虽然不多，但是整个发表会推出的产品规格、价格，我觉得都是诚意满满，算是近年来最有诚意的一次。那我们再也会买来开箱跟大家分享，做一些实测。那大家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错过这些影片咯。OK， 好，那这次发表会很棒，那我是苹果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